前头那些日子收尾府里办事儿，想来办的就是这个了。也往府里去的时候，也往新房子里去的时候。你这猴崽子就该打死！这有什么好瞒我的？你想着瞒了我，就在你那糊涂爷跟前讨了好了。你新奶奶好疼你，不看在你刚才有点怕举，不敢撒谎，我把你的腿不给你打折了呢。是。出去。是。滚！我还有话呢。你忙什么？你新奶奶等着赏你什么呢？从今天起，你不许过去。我什么时候叫你，你什么时候到。迟一步，你试试。出去。是。星儿，快去告诉你二爷。不，是不是啊？不敢。你出去敢提一个字儿，捏爆你的皮！好来旺，很好，去吧。外头有人提一个字儿，全在你身上。哦，是二奶奶。凤姐越想越气，歪在那里只是出神，忽然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倒茶。鲍二家的听了这句，顶梁骨走了真魂，忙飞进报与尤二姐。尤二姐虽也一惊，但已来了，只得以礼相见，于是忙整衣迎了出来。姐姐下降不曾远接，望恕仓促之罪。姐姐这样真折煞我了。姐姐请上座。好。奴家年轻，亦从到了这里之事，皆系家母和家姐商议主张。今日有幸相会，若姐姐不弃奴家寒微，凡事求姐姐的指示教训，奴亦倾心吐胆，只服侍姐姐。姐姐说的什么话？
你和二爷才拜了天地，我们两个倒又拜起来了。尤二姐见凤姐这般，便认她做是个极好的人，故倾心吐胆续了一回，竟把凤姐认为知己。姐姐不知，皆因奴家妇人之间，一味权夫慎重，不可在外棉花卧柳，恐惹父母担忧。此皆你我之痴心，怎奈二爷错悔奴意，棉花素柳之事瞒奴或可。今娶姐姐二房之大事，以人家大礼，亦不曾对奴说。奴亦曾劝二爷早行此礼，以备生育。不想二爷反以奴为那等嫉妒之妇，私自行此大事，并不说之，使奴有冤难诉，为天地可表。前于10日之先，奴已风闻此事，恐二爷不乐，遂不敢先述。今儿可巧远行在外，不亲自来拜见过，还求姐姐下体奴心，启动大驾挪至家中。因我姊妹同居同处，彼此核心，健劝二爷慎重事务，保养身体方是大礼。若姐姐在外，奴在内，虽愚见不堪相伴，奴心又何安？再者，使外人闻之，亦甚不雅观。二爷之名也要紧，倒是谈论奴家，奴亦不愿。所以今生今世，奴之名节就全在姐姐身上了。姐姐知道，那前下人小人，未免见我素日持家太严，背后加减些言语，自是常情。姐姐奈何等样人物，岂可信真？若我是有不好之处，上有3层公婆，中间有无数姊妹妯娌，况贾府乃世代名家，岂容我至今日？姨奶奶不知道，我们奶奶呀是最好不过的一个人了，素日里善争最多，只是吃亏心太痴，惹人怨恨。哎呦，果真是如此啊！我们奶奶呀，对下人是再好不过。姨奶奶要是不信呢，等进了府，您多打听打听就知道了。就是，今日二爷私娶姐姐在外，若别人则怒，我则深以为信。正是天地神佛不忍我被小人们诽谤，故生此事。我今来求姐姐进去，和我一起同居同处，同分同利，同是公婆，同见丈夫。喜则同喜，悲则同悲，情似青梅，何比骨肉？不仅那些小人们见了，自悔从前错认了我；就是二爷回家一见，他做丈夫之人，心中也未免暗悔。所以，姐姐竟是我的大恩人，使我从前之名一洗无余了。若姐姐不随奴去，奴亦情愿在此相陪。奴愿做妹子，每日服侍姐姐，梳头洗面，还求姐姐在二爷跟前儿好言方便方便，如奴一席之地安身，奴死也愿意。姐姐这样真心待我，我再不从，那就是铁石心肠之人了。这才是我的好姐姐。从此以后，姐姐终身是我亲姐姐一般，我才是妹子，
妹妹，给姨奶奶请安。给姨奶奶请安。妹子快休如此，你我是一样的。哎呦，折死她了！妹子只管受礼，她原是咱们的丫头，以后快别如此，还不把拜礼拿来？哦，来。哎呦，看看。姨奶奶，这是4匹上色齿头，这是4对金珠玉簪。早一日见到妹妹，就早一日团圆了。这也怨不得别人，如今只求妹妹疼我。见了妹妹这样喜欢，我竟一日也等不得了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妹妹今儿就跟了我回去吧。哎，是呀，姨奶奶呀，您就快答应了吧。咱们奶奶把屋子都准备好了，比她自己的一点都不差呢。就是，姨奶奶金玉一样的人住在这种地方，真是太委屈您了。就是，原该跟着姐姐去，只是这里怎样？这有何难？妹妹香拢细软，只管叫小厮们抬了进去。这些粗本活要她无用，还叫人看着。妹妹看谁妥当，就叫谁在这里。就是。今日既遇见姐姐，这一进去，凡事只凭姐姐料理。我也来的日子前，也不曾当过家，事事不明白，如何敢做主？这几件香笼拿进去吧，我也没什么东西，那也不过是二爷的。妹妹，以后再别说谁当家，凡事都是咱们2个商量着定。快些穿戴了，咱们这就走。二爷不在，咱们姐妹也好有个伴儿。走吧。这几只香笼你们都记清了，好生看管着，抬到东厢房去吧。尤氏心中早已要进去同住方好，今又见如此，岂有不允之理？妹妹，你不知，我们家的规矩大，这事儿老太太还一概不知道呢。倘或知道二爷教中娶你，惯把他打死了。如今且别见老太太和太太，我们这里有个花园子极大，姊妹住着，容易没人去的。你这一去啊，且在园子里住2天，等我设个法子回明白了，那时再见方妥。全凭姐姐裁处。彼时大观园中10亭人已有9亭人知道了，今忽见凤姐带了进来，引动多人来看问。众人见她标致和悦，无不称扬。何家之人都暗暗呐喊：这凤姐如何这等贤惠起来了？这可是咱们府上第一善心的人了，再当然不过了。大嫂子，起来吧，来，快进屋来。哎，妹妹走。好嫂子，你帮帮我，就收留她几日。我那边已经收拾了房屋，只不过是在府中也不好畅摇。等回明了，我们自然回去的。妹妹放心，你就安心住下吧。等回明了，老太太和太太，我快快的来接你。快坐。来，过来坐。对了，妹妹原本的丫头都粗手大脚的，也不懂我们这里的规矩，只怕不合适再用了。我这里倒有个手脚利索的丫头，叫善姐的，就给妹妹使了吧。姐姐想的当真周到。哎呦，咱们姐妹2个还分什么彼此啊？有大嫂子照顾啊，我可就放心了。妹妹，我得空啊就来陪你。你呀，就住这间屋子，你就安心住下吧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这事儿关系非常，都不许在外走漏了风声。若让老太太和太太知道，我先叫你们死。是。
好生看管着他。若有走失逃亡，一概和你算账。是。凤姐把尤二姐掌握在手中之后，一面使旺儿在外面打听细事，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。回奶奶，小的都打听清楚了，尤二姐原来是有婆家的，女婿现在才19岁，成日在外嫖赌，不理兴业，家私花尽，父亲撵他出来，现在赌钱场存生。父亲得了尤婆10两银子，退了婚的。此事女婿尚不知道。这人却叫什么？此人叫张华。我叫你勾了他来养活，着他写状子，他可写了？奶奶自是不知啊，此人最是胆小怕事之人。我是让他只管往有司衙门中去告，就告二爷国孝家孝之中，背指瞒亲，依财仗势，强逼退婚，停婚再娶等。此人自知其中厉害，不敢造次吧？赖狗扶不上墙的种子，你细细的说给他，便告我们家谋反也没事的，只是借他一闹，大家没脸。若告大了，我这里自然能平息的。是。他若告你，你就和他对词去。过来。这使不得，这使不得呀！这个，哎呦，你只告我来往过腹，一应挑唆二爷做的啊！你怕什么呀？啊，好小子啊！大不了挨一顿屁股板子啊！也不枉白挣这20两银子。待尤二姐得了这个所在，又见园中姊妹个个相好，倒也安心乐业的自为得其所以。谁知3日之后，丫头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唤起来。二奶奶，您怎么不知好歹没眼色？我们奶奶天天承应了老太太，又要承应这边太太那边太太，这些妯娌姐妹山下几百男女，每天起来都等着她，每日少说大少有1、20件，小事还有3、50件呢。卖的从娘娘算起，以及望公侯伯家的调度，家里又有这些亲友，银子上千，钱上万，每日都从他一个手、一个口、一个心里面调度，哪里为这点小事就去繁琐他？那你去跟平儿说吧。二奶奶，我劝您还是忍着心儿吧，咱们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，这是他亘古少找的一个贤良人才会这样待你。要是换了差心儿的，听了这话吵嚷出去，把你丢在外面，死不死活不活的，你又能怎样？妹妹昨儿睡得可好？姐姐来了。住得可习惯？吃的还可口吗？本来是要来瞧妹妹的，就是不得闲儿。妹妹可千万别怪我呀。一切都好，姐姐不必惦记。奶奶，倘有下人有不到之处，你要降不住他们，就只告诉我，我打他们。我就深知你们软的欺，硬的怕。如今背着我的眼，你们还怕谁呀？倘或二奶奶告诉我一个不字，我要了你们的命！哎呀，我们可不敢呢，奶奶。姐姐快别这样，他们对我呀都再好不过的，并没有可挑剔之处。那就好，你且住着，我一有空啊就来瞧你。我先去了，我送姐姐出去。哎呀，不必送了，妹妹。
唆使张华告的状子递到了察院。察院见是告贾琏的事，上面有家人望儿一人，只得遣人去贾府传望儿来对词。问一下贵府是不是有一个叫来旺的？启动诸位兄弟前来，必定是兄弟我的事儿犯了，说不得。来，快点带上！来，快带上！您老就别闹了，咱们走吧。犯了事儿就得带上，这是规矩，岂有不带之理？快！来，快带上吗？凤姐又差了庆儿暗中打听，又唤王信托察院只需张生事警护而已，又拿了300银子与他去打点。凤姐见状子的事情闹出来，便找到宁国府来。没脸的东西！什么事这等忙啊？你儒家的丫头没人要了，偷着指望贾家送，难道贾家的人都是好的，普天下死绝的男人了？你就愿意给，也要传媒6镇大家说明，成个体统才是啊！你奴才迷了心，只有谋巧，国孝家孝2重在身，你就把个人送来了，不是好不要脸，你也不要你的脸面了！不是，这回子被人家告我们，我又是个没侥幸，连官场中都知道我厉害吃醋，如今指名提我要凶我。我来了你家，干错了什么不是？你要这等害我啊！我没有，呸！我是老太太，有了什么话在你心里？是你们做这个圈套挤我出去，是不是？没有。好，如今咱们只需见官，分证明白。回来，咱们共同请了合族众人，一面说个明白。给我休书，我亲自就走。走，咱们一起去见官。姑娘，你家头上，我说个明白。啊，姑娘婶子，你息怒我！天雷劈脑子，五鬼分尸的没良心的种子！好了，不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啊！陈日家挑三窝四，干出这种没脸面、没王法、败家破业的营生！这个讨厌你！你死了的娘，阴里也不会容你，祖宗也不会容你的！好了，看你还敢来劝我！婶子，我自己来，找你大姑3不顾4的东儿闲事，找你大姑姐婶子，找你别打！二奶奶，你息怒，二奶奶，你饶了他吧！二奶奶，好了，二奶奶，你饶了他呀！奶奶，你别生气，你息怒啊，奶奶。凤姐滚到尤氏怀里，嚎天动地，大放悲声。妹，我也进瑞去来着，什么老太太真气，我也不敢问。现在3茶6饭，禁足隐蔽的住在园里，我这里赶着吹吹梆子，你要我的道理啊！只等着老太太和太太知道了，袁叔是大家安分守己的，我也不提就是了。往日都说我不信了，我倒是知道你老的太怎么了。我也是一片好心，甚至还是我们人家的，我知道你们干什么，我一点也不知道。如今要我都急了，总让我出去见官，丢的也是这个家的脸。要不得，都把太太的500来银子拿去打点，如今包里还坐在那里呢。我是亲自做了孽的了，老天也不容我了。这凤姐说了又哭，哭了又骂，后来放声大呼起祖宗爹妈来，又要寻死撞头，把个尤氏揉搓成一个面团，衣服上全是眼泪鼻涕，并无别语，只骂贾蓉。你这小子，你看你爹干的好事，我说过不好的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，你们还这样做！二奶奶，你嘴里得把钳子塞着，不然他们给你嚼子钳上了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去？你若告诉了我，这回子平不了了，怎得金冠东府，得了这步田地？你这会子还怨他们，自古
说，妻贤夫祸少，表壮不如礼壮。你但凡是个好的，他们怎么闹得出这些事儿来？没才干，又没口齿，撅了嘴子的葫芦，就只会因为夏小新读贤良的名儿。总之他们也不怕你，不听你的，我呸！何曾不是这样？你不许妹妹跟着去的人，我何曾没有劝过？他们也得听我的呀！你叫我怎么样？怪不得妹妹，我只好听着罢了。婶子辛苦啊！二奶奶最生气了，我们奶奶的错呀！婶子，你息怒啊！来，快上茶。婶子呢？请大大的来，我要对面问问他，秦大爷的小才武器啊，侄儿娶亲，这个理儿我竟不知道啊！我问问他，也好日后就到此知道。婶子息怒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儿子一时吃了屎条子叔叔做的，我父亲并不知道。如今我父亲正上一间太爷出殡，婶子若闹起来，儿子也是个死。只求婶子责罚儿子尽领。这官司还求婶子料理，儿子竟干不了如此大事。婶子是何等样人，岂不知俗语说胳膊折了只往袖子里塞。都是儿子糊涂啊，竟做了不孝的事，由得他猫儿口而已。但婶子去教训，就不好儿子一般见识，少不得还要婶子费心费力的在外头把事情压得住才好啊。要是婶子有个不孝的儿子，既闯了祸，少不得委屈。婶子，你还要疼儿子才是啊！凤姐见他母子这般，也再难往前施展了，只得又转过了一副形容言谈来，与尤氏反赔礼语。我是年轻不知事的人，刚才怎么得罪了嫂子？嫂子，你打我！你打我！你快打我呀！哪里的话，你只是一时急火攻心罢了。可是我说的是，胳膊折了要往袖里藏，少不得嫂子你要体谅我，还让嫂子转替大哥哥说了，先把这官司按下去才好啊。婶子放心，彭叔一点都连累不着叔叔。婶子说方才用了500两银子，少不得我们也打点500两银子与婶子送过去，好补伤的。要不然岂有让婶子又添上亏空之名，越发我们该死了，不是？是啊，是啊。不过还有一件，老太太面前，婶子还要周全方便，不要提此事为好啊。是啊，你们饶压着我的头干了这事儿，这会子还要我替你们周全，求求妹妹想个法子吧，求求妹妹了，求求妹妹了，妹妹，跟我来吧。妹妹错，谁知偏不称我的意，偏打我的嘴，半空里跑出个张华来告了一状，怎么怨得他告呢？这事儿原是爷做的太急了，这国孝一层罪，家孝一层罪，背着父母私娶一层罪，听妻再娶又是一层罪。这俗语说，拼着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。他穷疯了的人，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？况且他还拿着这满脸呢。他不告，难道还等请不成啊？那怎么得了呢？嫂子说说，我便是个韩信张良，听了这话，也把我的智谋都吓回去了。你兄弟他又不在家，又没个上衣，
少不得拿钱去垫补。谁知道越使钱，越被人拿住了刀把，越发来讹呀！我这是耗子尾上长疮，多少脓血啊！所以又气又急，少不得来找嫂子。是啊，那张华不过是穷极了，故舍了命才告。如今咱想个法儿，许他些银子，让他应了妄告不实之罪，然后咱们再替他打点完了官司，等他一出来，再给他些银子，不就完事儿了？是啊，是啊，好孩子，也怨不得你顾一不顾二的做出这些事儿来。原来你竟是这般糊涂。若你说的这话他暂且依了，且打出官司来又得了银子，眼前自然是了事儿了。这些人既是无赖之徒，银子到手一旦光了，他又会寻事故来讹诈的。倘有讨等起这事儿来，咱们是虽不怕，可也终担心啊。搁不住他说既没毛病，为什么反给他银子？这终究是个不了之局啊。那怎么了断呢？我还有一个主意，来是是非人，去是是非者，这事儿还得我来了。我就去问那张华个主意，或是他要人，或是他愿意了事儿得钱再娶。要是他说定要人，无非我去找我二姨，叫他出来仍嫁他去；若是他说要钱，我们家也少不得给他。虽如此说，我是断舍不得你姨娘出去，也断不肯使她去的。好侄儿，你若疼我，只能多给她钱为是啊。婶子的心意，儿子都明白，包管您满意。这外头好处了，家里终究怎么样？你也过去同我回明了才是。哎，老太太太太要是知道了，这帮混账行子还不都得被打死啊？是。哎呀，素日里你主意最多，倒想想如何撒个谎才好啊。既没这本事，谁叫你干这事儿了？这会子有这个情，我又看不上。但要不出个主意，我又是个心慈面软的人，凭人搓弄我，我还是一片痴心，说不得又让我硬起来。这样吧，如今你们只别露面，我只领了你妹妹去与老太太和太太们磕头，只说原是你妹妹，我看上了很好。正因我不大声要，原说买一两个人放在房里的。经济见了你妹妹很好，又是亲上做亲的，我愿意娶来做二房。真的？皆因她家中父母姊妹新近一概又死了，日子艰难，实难度日。若等百日之后呢？无奈她无家无业，又实难等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我的主意，把她接了进来，已经将厢房都给她收拾了出来，让她暂且住着，等满了符后再圆房。真好，仗着我这不怕臊的，连死活来去，有了不是也寻不着你们了。你母子想想，可使得吗？使得，使得。还是他婶子宽宏大量，足智多谋。等事妥了呀，少不了我们到府上拜谢呢。凤姐进园中将此事告诉于尤二姐，尤二姐听了又感谢不尽，只得跟了她来。尤氏那边怎好不过来的，少不得也过来跟着凤姐续回。凤哥儿有趣儿。哎呦，还是老祖宗惦记着我，给老祖宗请安，给老祖宗请安。正值贾母和园中姊妹们说笑解闷，忽见凤姐带了一个标致小媳妇进来。这是谁家的孩子？
些。老祖宗，你就成全了我吧。这孩子原是甄大嫂子的妹子，我看了她着实是喜欢，模样人品都胜我10倍。我是不大生养了，早想买1、2个放在房里，眼见了她竟是天上掉下的宝贝一般，就想给二爷娶进房里。原本呀也不用急，只是不巧了，他老娘和妹子近日竟都死了，只能先带回家里，少不得老祖宗发慈心，先许他进来，等住1年后再圆房不迟啊。这有什么不是？既你这样贤良，很好，只是一桩，须得1年后方可圆的房，才是规矩。是啊，是啊，你既有这样的气量，意又诚，心又善，又合规矩，真是最好不过的了。谢老祖宗成全。凤姐听了，叩头起来。王夫人正因她风声不雅，深为忧虑。见她精行此事，岂有不乐之理？于是尤二姐自此见了天日，挪到厢房住居。凤姐一面又使人暗暗调唆张华，只叫他要原妻。这里还有许多陪送外，还给他银子，安家过活。我上上下下使了银子，打点过了，故没有打中。大人他并不看我状子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我家奶奶的意思，你还是要告。金元是你定的，你只要亲事，官必还断给你。这恐怕……这些陪送够你娶她回家了的，还给你银子安家过活。你呀，只管大着胆子告，我家奶奶自有本事。张华于是又告，察院便批其所定之亲，仍令其有利时取回。他父亲依其亲耳说明，乐得人财两尽，便去贾家领人。老祖宗，老祖宗，怎的如此慌张？老祖宗，不好了！谁知道原来姚二姐是许了人家的，说是早已退了亲，我才答应。都是甄大嫂子干事不明，没和那家对准，惹人告了。如今官府里断了下来，人家还在外头打闹呢，鸡犬不宁的，嚷着只要二姐出去成亲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，老祖宗！老祖宗，他连银子都收了，怎么没准？那张华的口供上说，并不曾见银子，也没见人去。他老子还说，亲家母原是说过一次，并没应准。亲家母死了，你们就接进去做二房。如此没有对证，只好由他们混说去了。幸好莲二爷不在家，未曾圆房，这倒还无大碍。只是人已经来了，怎好再送出去？岂不没脸？又没圆房，没得强占人家有夫之人，名声也不好，不如送给他去。老祖宗，话虽如此说，却时时的舍不得二姐去呀。我母亲是给了他10两银子退准的，他因穷极了告，又翻了口，我姐姐原没错办。原来如此，可见刁民难惹。就这样，凤丫头，去料理料理。请老祖宗放心。凤姐听了无法，只得应着。回来只命人去找贾蓉。今儿二奶奶又叫了我过去，催我办理此事，特来讨老爷的示下。
他到底怎么个主意啊？人前自然说要留二姨了，心里10000个想弄她出去。只是我想，如果要那张华领回，这成何体统啊？不日二叔回来知道此事，岂不怪罪？你记一下。哎，用脑子记。你暗暗的遣人去跟那张华说，如今既有许多银子，何必定要原人呢？若只管制定主意，岂不怕爷们一怒，寻出个由头，他死无葬身之地？是。再说了，有了银子回家去，什么好的寻不来。你告诉他，让他远远的走了去吧。若走时，我还可以赏点路费。正是如此，办事妥帖一点，别你二婶说什么就慌了。慌什么？嗨，我不是想这事是当初您和我谁？是，明白。去。张华听了，心想这倒是个好主意，便和父亲商议定，约共也得了有100斤。父子次日起个5更，回原籍去了。回老祖宗，打听得真了，是那张华父子妄告不实，拒罪逃走，如今已是不知去向。官府一知此情，也不追究，大事完毕了。好意思